韩非子中有言，天有大命，人有大命。意思是说，万物皆有序列，人类社会也有普遍法则。若不顺应轨迹而行，做任何事都会如逆水行舟，耗时费力。反之，则能借助法则的力量，破除迷障，平步青云。社会运行的这10大运行法则，你读懂了，便能受益终生。1. 吸引力法则。宇宙间有一个神奇的吸引力法则，即你相信什么，就会吸引什么，最后便会得到什么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的命运或好或坏，皆由他的念力决定。正念越强，哪怕此刻你正逢低谷，最后的结局也一定会往好处发展。反之，不好的念头越多，人就会被长时间困在霉运当中，难有出头之日。就像播种一样，你种下什么样的种子，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果实。当你心中充满希望和信心时，就像在心田播撒了一颗积极的种子，这颗种子会慢慢生根发芽，吸引阳光雨露，最终长成参天大树。反之，如果播下消极悲观的种子，收获的必然是失望和挫折的果实。有个叫威尔的人，曾立志要在杂志业做出一番成绩，却不幸赶上出版业没落，丢了饭碗。面对如此糟糕的状况，他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很快打起精神，决定转行当律师。司法考试难度极大，很少有人能考上，但威尔却有信心，自己一定能实现目标。于是他卯足了劲备考，之后的考试中，他果然一路过关斩将，顺利考上了法学院。毕业后还成了当地知名的律师，收入也是之前的好几倍。威尔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你坚定地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时，整个宇宙都会为你让路。他没有被暂时的困境击倒，而是选择相信新的机会。正是这种积极的信念，帮助他在人生的转折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很多人在失业后会陷入自我怀疑，但威尔却用坚定的信念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路。这恰如荣格所说，人们的潜意识指引着人生。世间的万事万物其实都遵循着吸引力法则。你若是特别想做成某一件事，那就将念力集中在这一领域。等你努力一段时间后，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人、事、物就都会被你吸引而来。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，你的思想就是磁铁。当你专注于某个目标时，就会释放出强大的磁力，吸引与之相关的一切资源。也许是一本启发你的书，也许是一个指点你的贵人，又或者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这些都不是偶然，而是你的正念在发挥作用。所以，请永远记住，你的思想决定你的高度。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坚信美好的事物终会来临。当你的内心充满光明，外部的世界也会为你绽放异彩。生活中的每一个转折点，都是你用信念创造奇迹的机会。2. 丛林法则。在自然界中，由于资源有限，只有强者才能享用最优的资源，弱一点的只能得到一些强者吃剩的残羹冷炙，而那些最差的就注定被自然界淘汰。这就是丛林法则。每当我们看到狮子捕食羚羊的画面，总会感叹自然界的残酷。强者为了生存会毫不留情地猎杀弱者，这就是大自然亘古不变的法则。狮子不会因为羚羊可怜就放过它，因为仁慈意味着自己可能会饿死。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同样存在，而且更加残酷。周星驰当年在跑龙套的时候，没有人尊重他，连吃个盒饭也要被人骂，甚至还有人讽刺他怎么努力都做不了主角。后来他一朝成名，谁见了他都客客气气地叫他星爷，关心他想吃点什么可不可，还不停地夸他敬业。这个故事让人心酸又现实。当周星驰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龙套演员时，没人在意他的感受。同样的盒饭，
强者吃是理所当然，而弱者吃却要忍受白眼。同样的努力，在别人眼里却成了笑柄。但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星爷后，曾经对他冷眼相待的人立刻变得毕恭毕敬。可能你会觉得周星驰遇到的人太现实，但在社会上，弱肉强食、优胜劣汰是屡见不鲜的事儿。这种现象在职场中尤为明显。初入职场的新人往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，做最多的工作却得到最少的回报。老板的脸色、同事的白眼都要默默承受，而那些有资历、有能力的人却能轻松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。如果身处底层，你就只能任人欺凌，根本不可能拥有什么资源、权利。可你若能一朝翻身，那所有人都会对你尊敬不已，所有好的资源也会源源不断地向你涌来。就像一个穷人突然中了彩票，亲戚朋友突然都变得异常热情。以前不愿意正眼看你的人，现在却主动和你称兄道弟。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实力决定地位，财富决定待遇。所以，你只有让自己不断变得强大，这个世界才会对你和颜悦色。面对这样残酷的社会法则，我们不能怨天尤人。与其抱怨世界的不公，不如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就像周星驰，他没有被现实打倒，而是通过不断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。当你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，那些曾经对你不屑一顾的人，自然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所谓出人头地，就是要突破重重阻碍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这个世界不会同情弱者，只会尊重强者。如果你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就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并为之奋斗。记住，只有强者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。3. 杠杆原理。阿基米德说过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。这就是杠杆原理最简单、最直观的诠释。通过借力支点，我们可以用很少的力气撬动很大的资源。生活中亦是如此，凡是懂得借力，才会事半功倍。就像修车时使用千斤顶，我们无需太大力气就能抬起沉重的汽车。又如我们常用的开瓶器，借助支点的原理，轻松就能打开紧实的瓶盖。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，都蕴含着杠杆的智慧。艺术家陈居元早年间没什么名气，画作也是无人问津。为了得到大师木心的指点，他主动与对方结交，并把所有的作品都展示给木心看。而木心也很耐心地给他提出了很多详细意见，还建议他多研究中西方的色调搭配，在笔墨、水分的调配上更大胆些。听取了这些建议后，陈居元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定位。此后，他便转变自己的绘画风格，将中西风格融为一体，很快就成为一代大家。陈居元的成功告诉我们，寻找一个好的支点有多重要。如果他一直闭门造车，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达到如今的艺术水准。但因为他懂得借助木心这个支点，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艺术上的突破。一个优秀导师的指点，胜过自己多年的摸索。韩非子说过，顺风而呼，生非加急，其是机也。人在社会上混，不要一直单打独斗，要学会借力使力，4两拨千斤。或向平台借势，或向高人借力，或向书中借智。就像创业者要借助电商平台的流量，职场新人要借助前辈的经验，学生要借助老师的智慧。在这个资源互联的时代，谁能找到并用好支点，谁就能事半功倍。当你懂得以外界之力加持自己，你就能以最小的代价收获丰厚的成果。所以，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总想着硬干，而要想办法找到合适的支点。这个支点可能是一个人，可能是一个平台，也可能是一种工具或方法。当你找到并用好这个支点时，就能以小博大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记住，
聪明人都是借力者，懂得利用杠杆原理的人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。让我们像阿基米德一样，善用杠杆，撬动更大的世界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428定律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提出过一个28定律。他认为，往往 80% 的劳动成果都来自 20% 的付出。换句话说，专注于 20% 最重要的事情，就可带来 80% 的回报。这个定律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。比如，你常穿的衣服可能只是衣柜里 20% 的衣物，常用的 app 可能只是手机里 20% 的应用，日常联系的朋友可能只是通讯录里 20% 的联系人。但正是这 20% 的东西满足了你 80% 的需求。美国企业家威廉·穆尔在为格里登公司销售油漆时，头1个月仅挣了$160。于是他仔细分析自己的销售图表，发现他的 80% 收益来自 20% 的客户，而他却对所有的客户都花费了同样的时间。得出这个结论后，他便要求把他最不活跃的36个客户重新分派给其他销售员，他自己则把精力集中到最有希望的客户上。之后的1个月，他就赚到了$1000。凭借着出色的销售业绩，最终穆尔晋升为了凯利·穆尔油漆公司的主席。穆尔的故事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：与其把时间平均分配给所有事情，不如找出最重要的 20% 重点投入。就像学习，把主要精力放在重点知识上，比面面俱到的复习每个细节更有效。做销售时，深耕优质客户，比平均联系所有潜在客户收益更大。由此可见，有些事情你就算付出了 80% 的努力，最终的成果很可能收效甚微。可你若把精力用在最见成效的地方，那你就能摆脱无效努力，做到事半功倍。最后你所得的报酬也会远超从前。这就像园丁修剪果树，与其平均照顾每根枝丫，不如集中精力培育主干和大枝。因为这 20% 的关键枝干最终会结出 80% 的果实。同样的，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学会修剪，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最重要的事情上。比如，创业者要专注于最有潜力的项目，而不是同时尝试多个方向。学生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重点科目上，而不是平均分配时间。职场人要重点经营核心人脉，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无效社交上。所以，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你付出了多少，而在于你把精力用在了哪里。找到那个能带来最大回报的 20%， 才是提高效率的诀窍。当你学会运用28定律，你就能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收获。让我们像穆尔一样，善于分析，敢于取舍，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。记住，投入100分的努力很容易，但找到最值得投入的 20% 才是真正的智慧。5. 飞轮效应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当刚开始做一件事，或是进入一个新领域，你常常会觉得异常忙碌和无所适从。可一旦你坚持了下来，并在这个领域深耕了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，做任何事情都是驾轻就熟，根本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。这其实就是很有意思的飞轮效应。就像推动一个巨大的飞轮，开始时需要用尽全力才能让它转动一点点。可是当你持续推动，飞轮转动的速度会越来越快，最后甚至只需要轻轻一推，它就能自行高速运转。这就是坚持的力量。飞轮效应在现实中比比皆是。比如你刚开始看一本厚书时，会觉得很艰难。
可随着对书中情节了解愈深，你很快就能读完一整本书。刚开始锻炼时，每天做30个仰卧起坐，也许会让你感觉很吃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即使做40-50个，你也会觉得轻轻松松。这就像学开车，刚开始时要同时注意方向盘、油门、刹车、档位、后视镜等多个细节，觉得无比困难。但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后，这些动作就变成了肌肉记忆，开车成了一件轻松自如的事。它揭示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：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从难到易的过程。学习新技能是如此，创业也是如此。很多成功的企业在起步阶段都异常艰难，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积累客户、优化产品、提升服务，当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业务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。你若一开始就被他的艰难吓倒，早早放弃，那永远不可能做成一件事情。就像学习一门外语，最初背单词、记语法充满挫折感，但如果因此放弃，就永远停留在原地。只有熬过最艰难的起步阶段，才能尝到流畅交流的甜头。可你若克服了畏难情绪，不断深耕自己，自然就能厚积薄发，得心应手地解决所有难题。每个领域的专家都经历过新手阶段的困惑与煎熬，他们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靠着一点一滴的积累。当你在某个领域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这个飞轮就会越转越快，最终帮助你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所以，当你面对新的挑战时，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。记住，最难的永远是开始的阶段。只要你能坚持推动这个飞轮，它最终一定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。让我们相信飞轮效应的力量，在困难面前保持耐心与毅力。6. 马太效应。新约马太福音里有这样一句话：凡是少的，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；凡是多的，还要给他，叫他多多益善。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。这种现象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可见。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得到老师的关注，从而学习更好。明星越红，粉丝越多，知名度越高。富人因为有资本，所以更容易赚到钱。这就像滚雪球，起点的微小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拉越大。它指的是社会中一种强者愈强，弱者愈弱的现象。作家马迎春讲过温州两兄弟的故事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哥哥看准了鞋子商机，决定办一家鞋厂。很快，哥哥就凭借自己的努力赚得盆满钵满，还开了很多家分店，让自家鞋厂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。弟弟也跟着办了一家，却3天打鱼2天晒网，累了就瘫在家里，基本不去跑客户。就这样，他店面的收益越来越差，很快就亏光了所有家底。这对兄弟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马太效应。哥哥因为勤奋努力赚到了第一桶金，有了资金就能扩大生产规模，规模大了就能压低成本，提高利润，利润高了就能开更多分店。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而弟弟因为懒惰，错失了最初的发展机会，生意越来越差，最终一无所有。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那些穷又不努力的，只会让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，变得越来越穷。只有凭借头脑和努力去赚取第一桶金，而后搭建起赚钱体系的人，才会变得越来越富。就像现在的互联网创业，起步时大家都是从零开始，但那些努力打造好产品、认真服务用户的创业者，随着用户口碑的积累，会吸引来更多用户。用户多了就能获得投资，有了资金就能做更好的产品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最终成就了一个个互联网巨头。所以当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，不要摆烂，不要哭穷。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自己强大，只有你强大了，才能有更多的资源向你聚拢。无论是学习、工作还是创业，都要牢记马太效应的法则，
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。当你具备实力时，好的资源、机遇自然会向你靠拢。所以，与其抱怨世界的不公，不如努力提升自己，打造自己的竞争力。因为只有强者才能在马太效应中占据主动。让我们像故事中的哥哥一样，抓住机遇，付出努力，创造属于自己的良性循环。记住，你今天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为未来的正向循环打基础。7. 复利效应。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复利，任何事物经过复利的积累，都会出现利滚利式的增长。这就像滚雪球，最初的雪球很小，但随着不断滚动，雪球会越滚越大，速度也越来越快。每一次增长都建立在之前积累的基础之上，产生惊人的复合效应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个超级大的国际象棋棋盘，从棋盘的左上角开始，第一格放1厘米，第二格放2厘米，第三格放4厘米，以此类推，下一格均是前一格的1倍。那到第64格是多少厘米呢？你一定想不到，答案是144.671亿厘米。这个数字令人震惊。我们算一算，第10格是512粒，第20格是约100万粒，第30格是约10亿粒，到第64格竟然达到了天文数字。这就是复利的魔力，看似微小的持续增长，最终会产生难以想象的结果。这就是复利所带来的惊人增长。爱因斯坦曾说，复利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。这句话一点不夸张。复利效应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。比如学习英语，刚开始每天记10个单词，看似进步缓慢，但坚持1年下来就是3650个字。有了这些词汇基础，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，第2年可能一天就能掌握20个词。就这样，知识不断累积，学习能力不断提升。它可以使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变成一个精通某个领域的人才。就像一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，通过每天坚持锻炼，不断改进动作要领，优化训练计划，渐渐的身体素质提升了，训练强度可以加大，恢复能力也变强，最终可能成为一名专业教练。也可以让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变成推动人生的大手。比如投资理财，每月存入固定金额看似平淡无奇，但经过时间的复利作用，10年后的收益会让你惊喜。又如写作，坚持每天写一点，文笔会越来越好，创作也越来越快，最终可能出版自己的作品。永远记住，越专注，所得越多，越持久，复利越多。在一个领域持续深耕下去，你才能享受到复利带来的红利。所以，不要急于求成，也不要被眼前的缓慢进步所困扰。重要的是保持专注和持续，就像播种一样，精心培育总会开花结果。复利的力量或许缓慢，但绝对强大。让我们耐心等待，终会看到那惊人的收获。只要选对方向，保持耐心，复利效应终将让平凡的努力开出绚丽的花朵。记住，今天的每一分投入都是在为未来的指数级增长做准备。8. 蝴蝶效应。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，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震动，也许2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这个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揭示了一个道理：任何微小的改变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影响。这就像往平静的湖面扔一颗小石子，虽然石子很小，但它激起的涟漪会一圈圈扩散开来，最终影响整个湖面。我们的生活中，很多重大改变往往都始于一个微小的决定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这个效应也在不断地发挥作用。你也许觉得自己不吃早餐也没什么，可长久下来，你很有可能患上胃病。或者你老是喜欢熬夜，
熬上几个月，你的身体也会吃不消。就像小时候不爱刷牙，到了中年就要面对一口烂牙。看似微不足道的坏习惯，却在暗中积累着危害。一个人的健康，往往就是这样被日积月累的小问题慢慢侵蚀的。相反，如果你每天早起，你就能拥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和更健康的生活习惯。你每天健身，你的身材也会随之越变越好。一个朋友从每天坚持跑步10分钟开始，慢慢爱上了运动。半年后，他不仅减掉了20斤赘肉，还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跑友，整个人都焕发出新的活力。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习惯带来的蝴蝶效应。所以千万不要小瞧一件小事给你带来的改变。你可以利用蝴蝶效应的影响，每天读几页书，做几个俯卧撑，存一些钱。就像种树，今天种下一棵小树苗，也许多年后就会长成一片绿荫。同样，今天开始存下的每一块钱，可能就是未来创业的启动资金。今天记住的每一个单词，可能就是未来你能自如交流的基础。长期坚持下来，你也能蜕变成一个见识渊博、身体强健、不为生活发愁的人。所以要特别注意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。戒掉一个坏习惯或培养一个好习惯，可能就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记住，再小的改变也不要轻视，因为它可能是未来巨大改变的起点。让我们善用蝴蝶效应，在生活中播撒积极的种子。也许是每天多看一页书，多走一段路，多存一点钱，这些微小的坚持，终将在未来绽放出令人惊喜的花朵。正如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发飓风，你今天的每一个小小决定，都可能成为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。9. 黑天鹅事件。黑天鹅事件出自《黑天鹅》一书，指的是那些出乎意料发生的小概率、高风险事件。一旦发生，影响足以颠覆以往任何经验，具有不可预测性。就像人们曾经认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，直到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。这个发现颠覆了人们的认知，提醒我们世界总是充满意外和不确定性。然而在生活中，黑天鹅事件却无处不在。比如裁员、公司倒闭、自然灾害、经济危机，这些时代的灰尘落在任何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。就像疫情突如其来，让无数餐饮店倒闭，让许多人失业；又如互联网大厂裁员，让众多高薪人士一夜之间失去工作。这些事件都在提醒我们，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在黑天鹅事件面前，有的人乱了阵脚，有的人惶惶不可终日，也有的人深谋远虑，培养自己可迁移的能力，及时更换了赛道。就像一位餐厅老板，在疫情期间及时转型外卖和半成品销售，不仅度过了难关，反而开拓了新的市场。又如一些程序员在裁员潮来临前，已经开始学习新技术，为自己预留退路。最终也只有后者才能在难以预料的时代浪潮中，不被大浪拍走，而是稳立潮头。人们常说天有不测风云，我们永远无法预料到黑天鹅从哪个方向飞来。这就像一个人可能突然生病，一个企业可能突然破产，一个行业可能突然没落。我们无法预知未来，但我们可以做好准备。就像农民种不同的作物以防欠收，投资者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。作为普通人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提升自己，与时代的不确定性共舞。要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新知识，像变色龙一样适应新环境。今天掌握一项新技能，明天学习一个新领域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多面手。当变故来临时，我们才能从容应对。在风和日丽时，潜心修好自己的屋檐，即便到时候风再狂雨再大，你也能稳坐钓鱼船。就像储备应急金，保持终身学习，培养多元化的技能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。
这些都是为了在黑天鹅事件降临时，我们能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应对能力。记住，生活中永远存在不确定性，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提升自己来增加确定性。与其担心无法预知的风险，不如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这样，无论黑天鹅从哪个方向飞来，我们都能从容面对。10. 灰犀牛事件。作家梁舒曾提出一个很深刻的观点，比黑天鹅事件更值得警惕的是灰犀牛效应。就像在辽阔的草原里，你看到一只远处跑来的犀牛，你会觉得它跑得笨重缓慢，从而不以为意。可一旦它贴近你时，你就基本不可能有机会躲开。这就像我们明明看到了危险的征兆，却总觉得不会这么倒霉吧，应该还能撑一段时间。等到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就像很多人看到房贷压力越来越大，却还是不愿意降低消费，看到行业在萎缩，却还抱着侥幸心理不愿转型。说到这里，他还讲到了朋友老刘的故事。老刘在深圳从事金融销售行业，由于入行久，积累了一批人脉，所以业务做得还算不错，小日子过得也挺安逸。但他也知道，做销售不是长久之计，可每当想到转型时，他又还是觉得做销售还是自在点。后来有个老同学创业，搞了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，叫他一起去当合伙人。他考虑了一下又放弃了，因为他现在业务收益还不错，去创业风险太大。他想，还是现在这样稳稳当当挺好，反正他业务不错，公司也不可能开除他。没想到才过了几年，他手头的客户就走得差不多了，他也因业绩不达标被公司淘汰。老刘的故事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太多人的现状。他们明明看到了行业的变化，却因为当下过得还不错而选择安于现状。就像温水煮青蛙，当水温逐渐升高时，青蛙不仅没有跳出来，反而还觉得很舒服。就像社会心理学家汉斯·艾森曾说，很多人如同待在一个破漏的船上，只要水没进来，他们就不急于逃生。可大势已然是这样，待在原地的人，最终一个个都会被时代抛弃。这就像传统出租车司机看到网约车崛起时的反应。有的人及时转型，开始接入网约车平台，有的人却抱怨政策不公，最终被市场淘汰。面对时代的浪潮，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。因此，永远不要对未来抱有侥幸心理。如果你不奔跑，藏在暗处的灰犀牛迟早会追到你。所以，我们要时刻保持危机感，主动求变。当你看到行业有衰退迹象时，要提前布局；当你感觉技能开始落后时，要及时充电。不要等到灰犀牛近在咫尺才想到逃命，那时候再跑可能就来不及了。如果你看懂了上面的10个法则，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说了一个共同的道理：人若不提升自己，就会失去应对世事的能力，被命运捶打，被时代抛弃。唯有持续精进自己，我们才能在不确定的人生里跟上时代，打败平庸，逆流而上。作家刘同说，你把时间花在哪里，人生的花就会开在哪儿。当你对照这10大法则进化自己，你便能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赶超社会中绝大多数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